横跨了整个泰国南部大陆以后呢，我从兰塔岛来到了另一个著名的海岛苏梅岛。那么论知名度的话，苏梅岛可远远比兰塔岛知名多了。在泰国呢，说到大型的海洋景区呢，大家不外乎想到第一是普吉岛，第二呢就是苏梅岛。普吉岛呢，多年前我去过，那么它更像是一个半岛，因为它和泰南大陆呢还是有桥梁连在一起。那么苏梅岛呢，它更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海岛，因为它和大陆呢有将近1个半小时的船程。一般游客来苏梅岛呢都是坐飞机，但我作为一个摩旅客呢，我必须搭渡轮。苏梅岛的渡轮呢可谓是既宽敞又经济又舒适，同时整个航程呢也比较长，可以作为你旅行中的一次独特体验。苏梅岛呢是我本次行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地点，它既是我前半程的终点，也是我后半程回程的起点。那么回程呢，我将不往原路返回，而是往和爱、福洞方向，最后再回马来西亚霹雳州，最后回槟城。哇，这个应该是苏梅岛上最奢华的庙了。左手边呢有弥勒佛，然后右手边呢是观音大士。哇I see. Yes. Okay. 3, 2, 9. Yes. OK. Thank you. 拜拜。哇，这个度假村挺划算的，170块钱人民币一晚上。然后这就是我的小木屋，是一个独立的小房子，相当于是一个人一个小别墅，170块钱，而在苏梅岛上。然后从酒店入口进来，还有电动车给你送进来。里边不大，但是感觉很温馨啊。通风也好，采光也好。170块钱，在杭州连7天都不够。这是洗手间、浴室。The next day. 刚才我也提到了，在苏梅岛上我入住的这家度假村呢，可谓创下了本次行程中的性价比新纪录。虽然说前面在兰塔岛住的民宿呢也非常的惊艳，非常的经济划算，但是和苏梅岛的这家度假村一比呢，就有点相形见绌了。这家度假村整体感受呢，非常像我几个月前去的印尼龙目岛的那家龙目岛假日酒店的感觉。那么要知道，那家龙目岛的假日酒店可是4星级的哟。那么我在网站上呢看这家苏梅岛的酒店呢，只有3星级，但是它的设施、它的景观和它的服务呢，我觉得呢已经基本上接近于4星级了。这家酒店的早餐呢，是你通过菜单上的固定几个套餐呢，你选择一个进行享用。虽然它不像龙目岛假日酒店那样是以自助餐的形式提供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它这一顿早餐也是包含在你仅170块钱的房费里的。哎呀，想到这里的话呢，我也不得不感叹，现在旅游业跟旅馆业的确是竞争非常激烈。我也不知道这家酒店的利润空间到底在哪里。享用完早餐之后呢，来到酒店的私家沙滩上，展现在你眼前的呢是一幅美得如梦似幻的海景。此时的天空和海洋都蓝得如此的不真实，如此的梦幻。离开了私密安静的酒店，我驾上摩托呢，来到苏梅岛热闹喧嚣的大街上，因为呢我要去拜访苏梅岛几个著名的地标。虽然我经常标榜自己是摩旅独行客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摩旅呢也是一种旅行，也是一种旅游。所以呢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呢，我还是不可免俗的要去那些知名景点呢打打卡。只不过有了摩托车的相伴呢，到达这些景点的方式呢就变得非常轻而易举了。这种自由和方便就是我们摩旅者的最大福利。苏梅岛大佛。参拜参拜，我去。
这座苏梅岛最著名的大佛所在的庙宇的名字呢，也非常的直接，就叫做 Big Buddha Koh Samui， 就是苏梅岛的大佛庙。某种程度上呢，这尊大佛已经成为了苏梅岛的标志之一了，它经常出现在一些旅游杂志和明信片上面。离苏梅大佛庙仅仅1步之遥的地方呢，就是另一座著名的庙宇，叫做千手观音庙。那么相比苏梅大佛庙里的大佛是那种泰式的佛像呢，千手观音庙呢明显更偏中式风格。作为一个中国人呢，看到观音大士呢，必然会停下来好好的拜一拜。当我刚离开马来西亚进入泰国南部地区呢，发现那些区域呢，基本上还是以伊斯兰教为主，当地呢比较少见那些佛庙。但是当我登上了苏梅岛以后呢，就发现这个地方呢就开始以佛教为主了。随处可见的呢，也是我们传统印象中的那种泰式的佛教庙。哇，这个应该是苏梅岛上最奢华的庙了。左手边呢有弥勒佛，然后右手边呢是观音大士。哇，正中间的佛庙里面呢是弥勒佛，厉害了啊！所以说，泰国虽然是一个佛教国家，但是在南部地区呢，还是以信仰伊斯兰教为多。那么苏梅岛呢，作为这一条信仰分界线，再往北上呢，就是以泰式佛教占主导地位。哎呦，到了这种似是而非的景点了啊！祖父祖母石，所谓的祖父呢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很形象啊。那祖母呢，在对面，待会儿对面看看啊。OK， 然后这里有一条裂缝的呢，就被称之为祖母石了。啊，这是在中国类似有这种的地方，什么阳元石、阴元石。但凡有个洞的呢，就是女性象征；有一根历史柱子呢，就是男性象征。哎，这想想看也挺无聊的。就我个人而言呢，我一直对把一些自然景观强行附会成一些我们人类所熟悉的东西，这种行为呢比较无感。不过呢，祖父祖母石景区呢，这周边的海景呢还是非常无敌的。那我们呢就通过无人机呢来看一下这个区域漂亮的海景，这就够了。我们真的没必要太纠结于这个东西像什么，那个东西不像什么，你说是不是？因为一旦将这些自然景观具象化之后呢，你就会丧失对这些风景的想象力和洞察力。那么在祖父祖母石隔壁呢，就是著名的关帝庙。我到的时候呢，关帝庙已经关门了，于是呢，我就在门口合影一张。那么刚才呢，我也向各位安利了摩托车旅行的好处，因为你可以随时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只要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要去一个比较冷门的、不大会有游客去的地方。在岛的最南端有这么一个隐藏的寂静的小角落。就算整个苏梅岛比较商业、比较闹腾，但是这里还是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内心的平静 ，inner peace。这座寺庙呢，在地图上的名字呢叫做 Wat Kau Chai Di。那么这座寺庙呢，分为山顶跟山下2个部分。山顶部分呢，就是刚才我所拍摄的那一块区域。那么山底下的部分呢，就是坐落在这个沙滩上的这个区域。所以说，这个寺庙呢，可以同时观赏山与海的奇丽风景，非常值得大家抽个时间呢，专门到这里来造访一下。关键的，在热门的苏梅岛上呢，你很难再找到一块区域呢，像这个地方如此清静、如此清幽、如是的与世无争了。
白天一整天呢，我驾着摩多在苏梅岛的山与海之间畅游。那么到了夜晚呢，我就来到了苏梅岛的著名的夜市，然后呢也逛一下夜晚的商业区。感觉苏梅岛的夜市呢，比我前面经历过的几个泰国城市的夜市呢更加商业化，然后商品也好，小吃也好，种类也比较多。但同时呢，这个物价呢也是相当的高的。在这个夜市上你吃东西呢，价格呢可能并不一定会比在饭店里便宜。那么喜欢来凑热闹的朋友呢，可以到夜市看看，但是想追求性价比的朋友呢，在这个夜市呢可能会失望哦。哇，这泰国的食品超市巨大，苏梅岛的泰国食品超市，哦哟，感觉有2-3个足球场这么大的啊！这就是泰国著名的连锁超市 Lotus 莲花超市，它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呢也有很多分布，感觉比马来西亚的这个超市还要大。逛完了苏梅岛夜市和 Lotus 超市之后呢，我来到了整个苏梅岛最大的购物中心，叫做 Central Summit， 就是苏梅岛中心购物城。那么这个购物城的名字前面有 Central 这个名字呢，大家就可以知道它同样来自于泰国最大的实体商业集团 Central 旗下，包括前面我们在 Nakhon Stamali 的看到那个 Central Plaza 呢，也是它旗下的。那么整个购物城呢，它和其他的密闭型的大型购物商场不一样，它采取一个上下前后都通风的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结构，逛起来的整体感觉非常的清新，非常的通透，没有那种大商场的压迫感。The next day， 如果说前2天玩的是海边线路呢，今天我们就去探访山线。上山了！我靠，这个上山的路全是越野路啊！我这长上坡，我靠，刺激！包括 ADV 150居然还冲得上来，可以啊！上面还有，到这来体会越野的快乐，到泰国来越野啊！那么这一天我之所以会骑着摩托车走如此崎岖难走的越野道路呢，是为了到整个苏梅岛山区的最高点，同时这个最高点呢，也是一座佛寺，也是一个著名的佛像所在地。那么这个区域或者说这个佛像的名字呢，叫做 Prabuddha Dipakara。整个寺庙包括这张巨大的佛像呢，就坐落在苏梅岛海拔最高的这个点上。所以说在这个佛庙呢，大家可以俯瞰整个苏梅岛的城市景观与海洋景观。唯一的缺陷呢，就是到达这个地方的路途呢，的确非常的遥远，同时呢，这个路况也非常不好。除了像我这样驾驶有一定越野能力的摩托车上来的话呢，其他普通游客呢，就必须乘坐那种4轮驱动的皮卡或者越野吉普车才可以到达这个地方。普通的轿车和普通的摩托车呢，是非常难到达这里。当然咯，我在骑摩托车上山的路上呢，也看到有不少人徒步上山。但是呢，要在顶着苏梅岛的炎炎烈日的情况下，攀登上这座600多米高的山峰，同时呢，路况又是如此的崎岖和难走，对您的意志力和体能呢，都是一个莫大的考验。但是当您一步一步的从山底徒步到山顶参拜大佛的时候呢，那种仪式感与虔诚感肯定会给你莫大的满足。所以您有时间呢，可以不妨一试进行徒步登山。在参拜完山顶大佛之后呢，我们不要原路返回，而是沿着另一侧的山路下山。在途中呢，我们会路过另一个著名的景点，这个地方呢叫做 Tanin Magic Garden， 也就是传说中的魔法花园。那么这个景区呢，也是整个苏梅岛上为数不多的需要您购票进入的一个景区。当然了，票价还是非常便宜的，大概就人民币10块钱左右。整个景区面积不大，它整体呢就是一个向下沉的山谷。许多当地的能工巧匠和艺术家呢，在这里伫立了许多的人像、佛像和一些形象比较抽象的雕塑作品。
那么整体感觉呢，非常的神秘，非常的魔幻。再加上这个区域呢，常年雨水，常年潮湿，所有的雕塑作品和人像上面呢，积累了厚厚的一层青苔，让整体这个感觉呢，就更加充满了那种神秘主义色彩。这也是它为什么被叫做 Magic Garden 的原因吧。逛完神秘的魔法花园之后呢，我就驾着摩托车呢一路下山。在下山的过程中呢，在公路的尽头时不时会出现一片美丽的海景。同时这时候呢，夜幕也慢慢降临，在天边呢也泛出了美丽的晚霞。我忍不住呢找了一块平地驻足停留。我之所以对这片景色如此依依不舍的原因呢，是今天是我在苏梅岛的最后一天。那么明天呢，我将起身前往宋卡，前往河岸。The next day. 好了啊，买好了渡船票，现在准备回大陆了。从苏梅岛回苏黎塔尼大陆，一样在这儿先等，估计可能还要10来分钟才开车。所有的车跟摩托车都在这里先等候，等船准备好了就可以上船了。对面大陆开来的船到了哈，等上面的乘客跟车出完了以后呢，我们才可以上来。哇，感觉像一条大鲸鱼把嘴张开了，准备吐车了，吐车跟吐人了，好有趣。在中国好像不大看得到这种渡轮这种东西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有跨海大桥、跨江大桥什么的，这种渡轮好像在中国现在不常见。这边都是等着准备上船的车人什么的，这是我的车，其他都是泰国牌照，就我一台马来西亚牌照。OK， 这里的车出来了。结束了在苏梅岛3晚4天的行程之后呢，我又坐上了渡轮，回到苏黎塔尼的大陆，准备继续开始我的摩旅行程。那么整体来说呢，这次苏梅岛之行呢，给我的感觉非常好。它并没有像人们说的这么商业化，同时物价呢也并没有人家传说的这么高。当然呢，也可能是因为疫情3年导致它的商业元气呢还没完全恢复。但不管怎么样呢，你选择在这个时段来苏梅岛，将会带给你非常高性价比的旅行体验。先生，赏一点吃的呗。哦，先生走了哈。哦，这个先生赏一点吃的哈。哎，这先生也走了喂。哎，这个漂亮的小姐也赏点吃的喂。哎呀，你说现在这些人咋这么小气哦？哎呦，我跟你说了，现在这个经济是不行了，也赏不出东西给我们了。哎，这位小姐，停步，赏一点吃的。哎呀，靠背哦，这个是先生啊，你不要乱叫啊。